各位網友，大家好啊！玩書走天涯，走進歷史，走出現實。就在現實中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開展。那麼，美加墨世界杯，我們究竟看什麼呢？每當世界杯的哨聲響起，無論時差如何顛倒，地緣如何遙遠，全球數十億的人總會準時的陷入一場集體的狂熱。有人不解，不過就是22個人追逐一個皮球嗎？何至於讓人如痴如狂，熱淚盈眶呢？答案其實不在於那顆皮球，而在於那片綠茵場本身就是氣場，就是人類社會的眾生相。看足球其實就是在看人生。正在火熱進行的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世界人的連接廣度，你看3個國家舉辦，48支球隊，50億人關注自己的國家隊，99%的上座率啊，數千美元的門票玩說是買不起啊。就是關於生命力、命運的無常、團隊的意志、極致的足球藝術以及歲月的殘酷，演變成了一場一幕幕最驚人動魄的人間大戲。玩書總結有下面的5個大的看點：第一，看精氣神，在活蹦亂跳裡的生命的禮讚。足球最核心的魅力，首先源於生命中最原始的衝動。那是純粹的精氣神，是毫無掩飾的活蹦亂跳。在這個被規則、被格子間精密算法包裹的現代社會，綠茵場是罕見的允許人類的原始力量和情感宣洩的極致的一個聖地。所以在美加墨的賽場上，每一次不知疲倦的奔跑，每一次肌肉與肌肉的強硬的碰撞，那裹挾着撲面而來的生命力，在這裡情感的顆粒被放大了數百倍。你能在90分鐘裡高頻的感受到人類的所有的喜怒哀樂，喜進球後的脫衣狂奔跪倒到草坪邊緣的這個示意，怒是遭遇到不空的判罰時額頭爆起的青筋，對空氣揮起的拳頭。哀是出局後癱倒在草坪上，那球衣捂住臉，不願讓世人看到淚水的無助。喜怒哀樂這種極致的體驗，它關乎生與死的一種隱喻。所謂贏便是意氣風發的生，晉級了，是吧？所謂的死那就是無可避免的4年的等待與汗水就付之東流了。這種在和平年代能難得的諸神之戰，讓我們在那些活蹦亂跳的軀體裡重新找到了自己被生活磨平的那些積雪熱血和激情，对吧？第二，看不可預料的結局，目睹逆襲與反平。如果足球的結局可以用 AI 精準的預測，那將失去一半的觀看的靈魂。人生就是如此，是不是啊？人生就是要不一樣，就是要讓你大吃一驚。世界杯最迷人之處，恰恰在於它那毫無邏輯的、可言的、不可預料的結局，就像極了命運的這個翻雲覆手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最底層的絕地逆襲，也可以看到含着金鑰匙出生的豪門一夜返平。在本届的賽場上命運的戲碼不斷的展現出的這種淋漓盡致的這種極端表現。你看亞洲之光的瘋狂逆轉。當亞洲勁旅日本隊再次遭遇歐洲傳統豪強荷蘭隊時，賽前幾乎沒有人相信紙面這實力懸殊他們能夠全身而退。然而日本足球憑借極致的戰術執行力和堅韌的拉鋸戰，硬是在2次落後的絕境下上演了驚天逆轉，2次都把荷蘭從終點拉回了起點。在那一刻，足球世界這個送給所有底層奮鬥者最好的人生逆襲指南，不是嗎？看豪門的一夜返平那是和逆襲相對的嘛。那麼高在上的豪門因為什麼傲慢和一時疏忽而瞬間跌落神壇。在殘酷的小組賽中幾分毫釐之差就能讓身價數億的奪冠的熱門梯隊瞬間收拾行李回家。這種從天堂到地獄的驟然墜落，正是人生無常在競技體育中的最殘酷的一個映射。我們再來看看團隊的力量，3看团队，從德國戰車的運轉看集體的力量。
現代社會崇尚個人英雄主義，自私嗎？但足球永遠在提醒我們，團隊的力量才是現代文明基石的最高體現。世界杯可不僅僅是場上11個人的博弈啊，更是場下教練組、後勤乃至整個國家的足球工業的這個管理體系的一個碰撞。談到團隊的嚴密和凝聚力，德國戰車無疑是最佳的一個圖騰。在本屆世界杯上啊，德國隊在休斯敦賽場上展現出令人嘆為觀止的團隊的機械美學，以7-1大勝庫拉索的比賽，是吧？你幾乎看不到任何一個球員游離於體系之外啊。從這個基米希的居中調度，中場吧，從穆西亚拉、維爾茨等年輕新秀在前場的交叉換位，每一個傳球路線，每一次高位逼搶的補位，都精準的像是經過了瑞士手錶般的那個刻度計算。這種緊密運轉的德國戰車精神，告訴我們個體如何通過自我犧牲與無縫的信任，融入到一個堅不可摧的集體中。那麼这種團隊的力量超越了足球本身，是人類的協作文明的一個體現。我們再看場下，看看日本球迷的鼓聲始終激大，令人印象深刻啊。還有日本球迷在賽後集體用藍色垃圾袋清理在座這個球場的座位，更是讓各國球迷和觀眾為之讚嘆點讚。我們讚嘆日本人的自律和高素質。玩輸買不起幾千美元的世界杯的門票，但是幾百元的押注押注日本的奪冠，那就是玩輸对日本精神的一種頂禮膜拜。是看什麼？是看技精四座的球技呀，那種登峰造极与出神入化的藝術。你看，足球是力量的碰撞，但它被賦予了頂尖的天賦時，它就升華成了藝術。那些精彩的球技和破門的瞬間，是人類肉體與智慧所能達到的登峰造極和出神入化。提到綠茵場上的達芬奇藝術大師，那就是梅西了。梅西的名字永遠伴隨着神蹟，即便是在世界足壇的最高殿堂，梅西也曾留下過多場永在史冊的巔峰神作。他的控球仿佛皮球自帶的磁力，在防守隊員宛如叢林的腿影中閒庭信步，他的傳球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上帝視角的通道，尤其是他那標誌性的單場三球的帽子戲法，無論是連共數人的靈動破門，還是禁區前沿那腳劃過完美弧線的私人一球，都讓防守者成為了藝術品的一個背景板。在那一刻，全場數萬名觀眾的呼吸停滯隨之而來的是掀翻球場的屋頂的吶喊，這正是足球運動的登峰造極。它讓我們看到，原來人類可以通過一雙腳創造出如此讓人靈魂站立的一個美感不亞於達芬奇的雕塑畫作，是吧？第五，我們看看歲月的殺豬刀，薑還是老的辣，還是青出於藍。正像我開頭說的，看足球就是看人生。而人生最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就是隨着歲月的流逝與新老的交替。世界杯是一面鏡子，照出了英雄的遲暮，也照出了興亡的登基。我們再看薑是老的辣，你看38歲的梅西依然能用他的經驗、大局觀和關鍵時刻的致命一擊，詮釋什麼叫做歷盡滄桑後的爐火純青。而另一面什麼叫廉頗老矣？41歲的 C 羅在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比赛中，全场仅29次觸球，連續錯失了這個六碼區的黃金推射。看着他因錯失良機而遺憾嘆息的背影，每一個普通人都會感同身受。歲月何曾饒過英雄？我們再來看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時代風暴與此同時，法國姆巴佩為代表的新生代與中生代的巨星，你像美國的巴洛貢，是吧？在美國在对阵巴拉圭比賽中，這位曾效力於摩洛哥的年輕的這個前鋒展現出極強的鋒線統治力。他在接隊友傳球後，以強壯的身體依住了防守隊員，靈巧的趟過了第二名後衛，最後在極其狹小的角度下，用不常用的左腳轟出一記直掛死角的無解的世界波。
他在本場比賽中梅開二度啊，也是本屆世界杯首個完成雙響的球員。我們再來看看瑞典的阿亚利就在瑞典大胜突尼斯的比赛中间啊，這位年輕的中場在開場僅7分鐘便轟出一腳震驚全場的電梯球。他在大禁區弧頂外接球後，直接起腳爆射，皮球在空中幾乎沒有任何旋轉，繞過門將直入網窩。阿亞利在該場比賽同樣攻入2球，展現了極高的遠射天賦。這種新秀用恐怖的爆發力、無解的爆發速度和充滿侵略性的暴力美學肆虐的這個防守隊員，看着他們在邊路撕裂防線，你不得不感嘆歷史車輪正在滾滾向前。新王正用雙腳在草皮下寫下未來是屬於他們的。我們再來看堅持就是勝利。世界杯不單屬於巨星更屬於那些在夾縫中生存的一些平民球隊，是吧？在 K 組的首輪較量中面對身價數倍於己，由 C 羅領銜的這個夺魁的這個熱門葡萄牙剛果金全場陷入了極度被動的苦戰。然而在上半場的傷停補時階段最後一刻45分鐘加5分鐘效力於紐卡斯爾的前鋒維薩挺身而出，在後點完成歷史性的头球破門，硬生生的在夺魁这個熱門身上啃下一個平局的積分。這場長達45分鐘的高壓後完成的壓哨的破門是對不放棄，也是一種贏的一個最好的詮釋。堅持到底，不放棄。他們用不放棄證明，只要堅持到底，平民也能在豪門盛宴的劇本裡當一回主角。完輸的結論又來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熱衷於世界杯的原因，喜歡看世界杯的原因。它絕不僅僅是一場歷史的這個體育的這個盛宴，在這短短的1個月裡，這是熱播的電視劇，我們跟隨那些黑皮膚、白皮膚、黃皮膚的球隊隊員們一起的活蹦亂跳，就着啤酒越喝越有。我們在日本隊的逆襲中看到了希望，在德國戰特的嚴密中學會了協作，在梅西的神作中觸摸到了藝術，更在 C 羅嘆息裡與剛果金的對抗的不屈中讀懂了生命的無奈與抗爭。世界杯就是寫在綠茵場上，由所有人共同譜寫的人生電視劇，哨聲未絕，故事就在繼續。我們可以看到生命的無常，感嘆戛然而止的悲傷，感受由盛而衰的悲涼。我們同時看到英雄落幕的凄涼，也同時看到了什麼？看到自己的人生的一種回響。這是我們每個人在世界杯的無盡的體驗，是嗎？當我們看到英雄落寞的凄涼，也看到新王崛起的那種大氣無疆，那麼這裡有我們熱望的氣場，可以看見我們每個人對生命最純粹的激情和激昂，對於人生的熱愛與彷徨。我們真的希望看到世界是那麼的變幻無常，我們不希望看到人生是一成不變，一眼就看到盡頭。人生是充滿了變數，充滿了希望。謝謝大家。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